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胖叔，一个球迷，也是一个金融分析师。今天我们来聊曼联阵容。我们今天结合 BCG 矩阵，从3个维度分析本赛季曼联球员的表现和舰队方向。因为季中换帅，我们会对比阿莫林时期和卡里克时期受益最多和受害最多的球员。第一个维度是年龄，一个好的团队，老中青都必不可少。老球员可以传帮带，中生代是当打之年，青训球员呢，则代表着球队的未来。福格森的自传说过自己每个赛季结束都会把所有球员按照位置和年龄列一个表，这是他下窗转会策略的第一步。第二个维度是上场时间，美式橄榄球有句话叫做 The best ability is availability， 球员最好的能力是能上场的能力。球员上场时间多，既需要能力过硬，教练信任，也需要自身耐操，表现稳定。赛季长跑下来，上场时间名列前茅的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球队核心。第三个维度是比赛评分，目前主流网站比赛评分各有不足，我们今天选用 SofaScore， 看看目前 SofaScore 英超总评排名前5的球员，应该可以过我们的新政，尤其是看到 B 费排名第1，更说明这个算法的精准。我们把横轴作为年龄，竖轴作为评分，可以拉一个2×2的矩阵。矩阵左上方就是年纪小、表现好的球员，我们可以叫新星，比如格拉文贝赫或者多库。右上方呢，年纪大、表现好的球员，我们可以叫大腿，比如范戴克、B 费、罗德里，那都是很典型的大腿。左下方年纪小、表现低于平均的球员呢，我们叫素人。这些球员还有待成长比如哈托、德拉普、古斯托、吉滕斯、拉维亚、巴迪亚、西勒。右下方年纪大、表现低于平均的球员，我们可以叫熟男。熟男和素人的分界线，业内多有争论。穆帅一般会以28岁作为分界线，所谓28熟男嘛。近些年在切尔西们的推动下，球员整体年轻化，达到巅峰的时间也更早。那我们姑且以26岁作为分界线，就算是轻熟男。那把球员分布到这个矩阵上，我们就有了曼联25到26赛季31场英超的 BCG 矩阵。圈越大，说明上场时间越多，也就说明影响力越大。比如利马，虽然是 SOFA 平均评分全队第2高，但因为他伤病原因，他在本赛季的重要性绝对比不上卡塞米罗。在我们深入分析之前呢，胖叔插一句，数据分析不易，求各位老公给一波点赞关注。有想看 BCG 分析其他球队的粉丝，请给本视频留言。等本期视频点赞过5000，胖叔就选评论区点赞最高的球队做一期阵容分析。爱你。新兴区绿色的阿马德本赛季迎来突破，拉门斯这笔转会呢更是拯救了曼联的赛季。至于多谷呢，卡里克接手之后连下枪手曼城，多谷不说记头功，也该是前3的表现。可惜孩子受伤了，这也是最近卡士曼联表现波动的原因之一。大腿区蓝色的，如图所示，本赛季曼联真正称得上大腿的为 B 费胖胡尔，那再加上马奎，他们仨是队内最老的3名球员。只能说在风雨飘摇的换帅赛季，还是老队员的经验更值钱。胖虎赛季末离队，接班人会是曼联下窗的第一课题。大腿区的小点呢，像利马、德里赫特、芒特、麻子都有伤病的问题，麻子还有非洲杯的原因。曼联管理层再天真，应该也不能指望这几位下赛季挑大梁了。熟男区2个分低的巴因迪尔、马拉西亚离队在即，另外2个呢，马奎和姆贝莫表现压线。老詹开赛高光，近期挣扎，貌似是阿莫林下课的受害者，这个我们做换帅分析的时候会再谈到。整个熟男区只有胖叔爱将卢克肖圈很大，表现却显著低于平均，成为了一个刺眼的红点。那胖叔就要替肖说几句话了。当初人家阿肖受伤的时候，你们要求他全勤，现在他全勤了，你们要他分高，这不是既要又要吗？当初全网谩骂肖的伤病历史的时候，胖叔是第一个站出来帮他撑腰的。用数据表明，他完全可以在想全勤的时候全勤。一到合同年，更多关于爱将阿肖的故事，欢迎回顾胖叔着作《合同密码》。素人区这里有些混乱，小孩子们经不住换帅糟蹋。素人杀手阿莫林老师下课前后，这批年轻球员的表现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如果我们能把同样的图做2遍，看看阿莫林带队的20场和他下课之后的11场，谁能咸鱼翻身，谁又表现跳水，岂不美哉？可惜这么多数据处理起来难度太大，要是没有好老公给我点个赞的话，傻逼西库的新家屋。好谢谢好老公的点赞。各位没点赞的坏老公，这一段蒙上眼睛不许看。左边是阿莫林的时期，右边是弗莱彻加卡里克。我们先看这边年轻人最大的受益人就是多谷，原地飞升，得分比 B 费还高，可惜高光之后受伤，样本有限。第2受益人 Sesco，
孩子在阿莫林时期17场2球，最近7场6球。第3受益人梅努，那虽然得分进步幅度没有前2位大，但上场时间绝对是显著进步嘛。用胖虎的话说，这孩子既是球队的现在，也是球队的未来。卡林顿这几年可以说是英雄辈出啊，博格巴、格林伍德、拉什福、加纳乔，他们的接力棒如今交到了梅努的手上。希望孩子不用药，不家暴，专注足球，虚心进步，给我们带来更多欢笑。那几位受害人呢？一个就是阿马德，阿莫林爱将，右边翼位唯一指定选手。那如今右边翼位这个位置没了，孩子忽左忽右，出场时间不少，表现却下滑了。还有就是乌加特和齐尔科泽，他们俩的点小的像之前的梅努。如果卡里克留任，那2位估计都难逃清洗的命运。再看看轻熟男这边，詹库换帅之后表现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芒特和麻子受到伤病影响，上半赛季是大腿，如今就成了边缘人物。利马在卡里克的前期十分出彩，得分是全队的前5啊，可惜跟多谷一样好景不长。只是多谷还有时间，但连环伤病的利马却是前途难料。老熟男们相对就稳定很多，逼费胖虎作为老艺术家，阵型变，战术变，教练变，但是二老的表现不变。而熟男阿肖呢，明年合同到期，如约掏出了全勤的表现，评分却不尽如人意。那当然了，评分不是一切，但我们纵观25到26赛季，能有稳定上场时间，却在换帅前后都是显著低于平均分的，为约罗与肖尔。约罗是素人，但肖作为一个老同志，你不说像逼费胖虎一样强行 carry， 表现也远远比不上马奎。就在这个国际比赛周，图赫尔拉练英格兰2队，争夺世界杯末班车最后几个席位。梅努、马奎都得到了面试的机会，唯独肖没有得到征召。那这也是肖全勤赛季一个失望的注脚。最后我们看看曼联球员合同到期的情况啊，红色是29岁以上的熟男，蓝色是24到28的中间，绿色是小年轻。4个红色球员都要在这2年过期了。好消息呢是球队握有主动权，坏消息是他们4个都是本赛季的大权，如何取代这几名老球员会是一个大课题。曼联球迷想必对这4位元老都有感情，过去几年曼联一地鸡毛，胖虎始终兢兢业业，B队呢更一度是唯一的光。马奎逆风翻盘，从当年的全网群嘲到如今的笑梗不笑人，马奎真男人。而还有一位呢，走进我们视野的时候还是青葱年少，一晃眼却岁月留痕。出道的时候风光无两，如今没有拿得出手的个人荣誉，成就也远远及不上预期。但我们球迷心里总有一个柔软的地方留给他，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代课老师明理仇老师。明理老师出道号称是写真偶像，那只是这些厂商的人设可信度就跟阿莫林说梅努在我心中是首发一样。那清明节快到了，让我们细读经典。比赛一开始是丈夫的遗诏，明理插花祭拜，所谓梨花风起正清明啊，扣题了。明理看着厨房，耳边回响着丈夫生前的声音：“哦，还没好吗？”明理在灶台前准备早餐，手忙脚乱地说：“等一下啊。”丈夫有点不耐烦：“等一下是多久啊？”明理头也不抬：“等一下就是等一下。”丈夫说：“再等下去我要赶不上电车了，今早还有早会呢。”明理淡淡地说：“那要不然今天别吃早饭喽。”朋友们，夫妻之间出现这句话，那就是黄色警报了。听到这句话，谁都来气。你也许会说：“那你不能再快点吗？”他会说：“那你不能来帮忙吗？”你会说：“那今天不用吃早饭了。”他会说：“那你以后也别吃了。”你会说：“我就随便说说，你别那么激动嘛。”他会说：“我哪儿激动了？”面对黄色警报，我们看看丈夫是怎么处理的。明理头也没抬说：“那要不然别吃早饭喽。”丈夫说：“那可不行，和小明理吃早餐可比开会重要多了，每天都要一起吃早餐，雅库索库的喽。”约束啊，雅库索库，写作约束其实是约定、承诺的意思，也就是每天一起吃早饭，不是我们2个人的约定吗？这也就是新婚夫妇老夫老妻这种台词，胖叔看了都觉得胃疼。你就不怕秀恩爱死得快吗？但明理噗呲一下笑了，说：“那就拜托你再等等喽。”哥哥，什么叫经典？大道至简，以柔克刚。我们以为都是武侠小说的幻想，其实都是夫妻相处之道。丈夫感叹说：“不过明理也会睡过头，真少见呢。”明理娇羞的笑了。
那不都是怪你昨天不让我睡吗？丈夫惭愧地低头，笑着说：抱歉抱歉，是我太卖力了。说完之后，他看了一眼明理的背影，又环顾了四周，喃喃地说：等咱们有小孩了就搬家吧，这里也太小了。明理就幸福地点点头说：朋友们，看看人家专业演员，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位丈夫拿到剧本，虽然只有4-5句台词，但人家不到2分钟的戏，人物弧光一下子就出来了。丈夫匆匆出门，一下子在门口撞到了一个男子。这个男子我们定眼一看，哎，我去，这不是蓝井老师吗？蓝井老师和江户川柯南、金田一一并称日本3大杀手。如果各位老哥在日本旅游，在附近出现了这3个人中其中任何一个，那你这趟基本就是凶多吉少。丈夫匆匆离开，蓝井和明理还在攀谈，只听到楼下一阵急刹车，丈夫就已经杀青了。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课代表留一下番号，总结一下课程要点。第一，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作为丈夫，本以为自己是男主角，但发现台词只有4-5句，剧情只有2分钟。我们是该认真打磨，用心演绎，还是该逢场作戏，敷衍了事？作为卡林顿的小甜菜，发现自己只是素人区几个微不足道的小点，甚至在胖叔分析的时候都不配拥有姓名。但球场之上，无论你戏份多少，哪怕只是1分钟，只要用心演绎，也能散发光芒。第二，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总角之宴，言笑晏晏。曾经的你，知我疼我哄我爱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当我说今天别吃早饭哦，你只觉得是黄色警报，不觉得是我在撒娇。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曾经的你只期待我能稳定出场，就是世界第1左后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看我的圈，它又大又圆，却非要拿 SofaScore 把我画成红色。那当然啊，平心而论，圈不是大就一定好。你看明理老师，小小的也很可爱嘛。第三，约束就是约定。有的人输球后约定 Good days are coming， 直到下课都没实现。有的人输球后约定 We go again， 后来发现你是真男人。日语果然和我们文脉相通，承诺既是约定，也是约束。少了约束，承诺就只是渣男的温柔罢了。当初说过要对你好，现在却说你是黄色警报，是我的错。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不忘初心，ヤクソク。感谢各位对胖叔的一贯支持，希望大家为我的视频点赞留言，一键3连，我们下次再见，拜。